Hello， 大家好，说来就来，我是芊芊，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呢，我们就会来讲关于如何去原谅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在我们开始实修自己想要达到第5维度的状态的时候，去释放掉事件所带来的创伤呢，是我们每个人需要去做到的事情。这其中最大的挑战呢，就是我们需要去宽恕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如果我们无法放下心中的恨或悲伤，我们就无法真实的快乐，无法达到精神上的自由。这也是我在实修的时候停滞一阵子无法突破的关卡。因为要宽恕一个人呢，并不是嘴上所说的我原谅你了这么简单，而是需要内心真真实实的去放下，心里不再因此感到痛苦和悲伤。这个过程呢，真的需要给自己许多的耐心还有智慧，我们才能达到解脱。每个人的生命中呢，都曾经扮演被伤害和去伤害别人的角色，这取决在于灵魂与灵魂之间的业力所创造出来的生命火花。即使我已经领悟到这一切只不过是灵魂与灵魂之间的合作，来让生命去体验的一场戏，看透了因果循环，但是在我去面对过去与我有纠纷过的人们的时候，我的心灵还是无法放下。那些曾经拥有过经历还是依然历历在目，我还是会感到很难过，也做了不少的尝试想要去摆脱这些情况。直到某一天的时候，我终于解脱了。在过去的时候，为了释放掉这些负面的情绪，我不停地寻找各种的方法来让自己能够从中解脱。读了不少的书籍，看了许多的影片，甚至通过冥想来疗愈自己。这些的方式呢，确实能够让我通过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世界，在当下的时候呢，会释怀许多。但是当我去看见过去那些曾经伤害过我的人的面孔的时候，我立马会被打回原形，我还是会感到很难过，会想起当初所发生的一切。即使我已经没和他们联络，也不再见面，但是在这个网络非常广泛的时代，只要你活跃你的账号，刷个存在感，大家都是可以间接的保持联系着的。而他们的存在呢，已经成为我心中的一根刺，会激发我所有不快乐的回忆。我的内在呢，一直无法控制的怨恨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对待我，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不在乎我的感受，为什么我已经这么难过了，他们可以当作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继续过他们的生活，为什么他们不道歉？就是会把自己处在一个受害者的角色。即使我已经知道，从高我的角度来看，这一切只不过是等待我去突破的课题。我那时候认为我已经知晓了这么多的真理，理应上这些情绪应该消失才对。但是事情根本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只要我看见他们的时候，我的情绪就会变得很低落，这些负面情绪依然无法消失。这样的状态呢，已经持续了好几年，眼看他们的生活似乎已经淡忘掉他们所做过的一切，而我还是停留在原地，无法从过去的伤痛中释怀。只要看见他们过得很快乐，即使我很努力的把自己拉回灵魂的角度去看待这一切，但是情绪就是无法克制的会感到不甘心，甚至会指责他们为什么似乎没有一点的忏悔。这就是灵魂和心智无法达到合一的现象。心里的那股子会对他们的现状不停的陷入怀疑啊、批判，甚至是讽刺。在这期间呢，我也一直观察着这些情绪的存在，也一直在烦恼着为什么这些情绪无法消失。我并不是每次能够带着觉知去看待小我，有时候我还是会无意识的陷入那股情绪，不停的指责自己的遭遇。这个断断续续的过程呢，在有一天的时候终于爆发了。我看见自己因为这些情绪而感到痛苦，我真的受够了。在那个当下，我的意识里就出现了这个想法，我好累，我能不能别再恨了？我发现这一切的执着呢，根本没有让我变得更好，只有更痛苦。
我内在的感受呢，告诉我我不想恨，这也是为什么我这几年一直不停的尝试去解脱的原因，但是却被小我的思维给困扰。小我会通过社会的道德标准来批判他所有的经历，会紧抓着这些不符合道德标准的事情来牢笼自己，不应该去原谅这些人。他会觉得他们是坏的，也害怕再次被他们伤害，所以会用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但是这也造成自己必须无时无刻的提防这些很容易爆发的情绪，无法切断这些负面能量的缠绕。情绪不受自己的控制，心情很容易被别人的举动影响。可能本来好好的一天，只要一看见对方呢，心情就变得不好了。那时我回顾我所经历的一切，既然我不想再恨，但是这些回忆依然会回放在脑海里，无法忘记，怎么办？不如我选择去爱吧。这句自然出现在脑海里的想法，就像一个棒头敲打掉这些年禁锢在那些道德标准的信念。对呀，我可以选择去爱啊，就像太阳一样，无论你曾经做过什么，帮助过别人，伤害过别人，为世界付出了贡献，或者遭到世人的厌恶，太阳是不会批判你的存在，它依然会照耀着你。无论人类对地球做过了什么，地球母亲也没有把人类给赶走啊。人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也从来没有怨过我们，他依然还是选择爱。这瞬间我终于领悟到了无条件爱的意义。无论我们每个人经历了什么，我们永远都可以选择我们要怎么去体验它。你可以选择去爱、恨、享受、拒绝，甚至是愤怒都可以。想要生气，那就不去接受所发生的情节；想要喜悦，那就不去执着一切的体验；想要怨恨，那就不去认同所发生的事情。这一切都是指引你去找到你是谁的过程。灵魂的本质是爱，因此在我们体验所有情绪体后，它是我们最终向往的选择，这是我们的天性。而我只是品尝够了恨的感觉，所以我会想要换另外一种方式去体验生命。我们之所以无法放下，是因为我们还没体验够，因此我们会屈服于小我的框架里，通过道德标准、社会标签、关系绑架、对方还没道歉等等的支持自己行为的理由，来让自己能够继续的去恨或者攻击那些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可是当我们不再想要体验这一切的时候，这些所谓的标准对我们来说根本都不再重要了。就好像即使我们已经知道这世间的所有人事物都是由我们自己所显化出来的，就算我们已经知道说这些所有的经历呢都是帮助自己去突破成长的课题，但是如果我们的潜意识还是不愿意去释放掉这些情绪，这些灵性的真理呢根本无法帮助我们，我们还是会去选择倾听小我的心来帮助自己去体验那场经历。就好像我已经知道这一切都不是对方的错，或者是说这个世界呢从来都没有对错之分，但是我还是无法放下对他们的恨。当初之所以想要学会宽恕，仅是因为自己如果不这么做的话，我无法扬升自己到更高的意识，并不是真心想要原谅，而是因为我想要扬升，所以我必须这么做而已。所以我的潜意识呢是无法摆脱这股情绪的。这段经历呢让我觉悟到，是否能够宽恕对方呢，决定在于你真心想不想要。当我意识到我愿意选择爱的时候，我才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无条件的爱。我只是通过恨的面向来认识自己是爱，我认识到恨不是自己所向往的去向。在我们出生到现在以来，我们总是以恨、愤怒、埋怨的态度来对待不符合标准的所有经历。多数人呢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呢，最终都是以悲剧疏远来收场。甚至我们会认为呢，宽恕对方等于对自己创造2度的伤害。但是我看见自己在经历这一切的时候，所换来的只有痛苦。反而是当我真的愿意选择去爱的时候，这个世界真的变了。这些人呢，已经没有宽恕或原谅的必要，因为
在我的眼里，他们根本都没有错。这股意识呢，它转化了我整个心态，我开始甚至爱上了我过去的所有的经历。在我回想起过去种种的时候，那些负面的情绪真的消失了，反而会感到很兴奋喜悦，会有种感叹，就是哇，原来这就是恨的感觉。因此他们的存在呢，对我来说，我反而会很感激他们所为我带来的一切。我开始感受到这一切都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祝福，这一切只是让我去认识爱的体验。当我们进入到这种无条件爱的意识的时候，我们会达到一个状态，就是我们已经完全不会去在乎别人怎么对待我们了。无论世人怎么对待你，比如珍惜你、鼓励你、包容你、批判你、讽刺你，或者是排挤你，你都会愿意选择去爱，因为你已经领悟到了恨的面向。所以无论他们再怎么做呢，已经无法影响你，都愿意去做出爱的选择。这股觉悟呢，让我去学会在每段关系中呢，都不求回报，只有纯粹的珍惜。因为我们总是在各种的关系中，比如父母、伴侣、朋友、陌生人，某种程度上我们都会有心理暗示，在我们付出某些东西给对方的时候，我们总是会预期得到对方怎么样的回馈，类似这种我对你这么好，你应该怎么对我的这种心理状态。一旦对方没有按照你的预期去行动的时候，你的心里就会无法平衡，不停地指责对方。很多关系因为卡在这一点，最终都分离收场。当我们真心愿意去爱的时候，这一切对我们来说都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无论怎么样都好，我们都乐意这么做。如果你现在还是无法放下也没有关系，只要你真心想要去突破这场课题的时候，解脱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情。最重要是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我们永远都有选择权，去选择我们要怎么去体验我们的生命。想要去体验怨恨的感觉，那就尽情的去体验；想要体验平静的话呢，那就可以去选择放下。这一切呢，根本没有所谓好或坏，而是帮助你去认识你所是的过程。喜欢的话就订阅、分享、点赞，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见，拜拜。